那么祭祀它的场所呢，我们通常呢称之为福德祠，或者是福德正神庙啊。什么叫福德呢？福德的意思是取喻于有德者，神必降之以福。现在来到了就是一个乔治市的市区啊，或者我们称之为布底或者是坡地，反正就是古迹区。刚才那间山上的大伯公庙，这其实还有一个分身哦。 好，我们分身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它的庙呢，从那边分香过来市区。当然嘛，因为总部在山上，对不对？你总要有一个市区，要有一个门市部，要接应就是市区的一些业务嘛，对不对？叫做 King Street， 我们华人叫大伯公街。大伯公街也就是因为有这间大伯公庙而得名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到这间的。 太白公庙哈，其实呢，跟刚才我们看到山上那间，我们说丹东多宫那间呢是有点不同的哈。那间呢，它的主事神明呢其实是张礼，对不对？是太白公。可是这边的话呢，也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那个神龛里面的呢，就是我们平时看的土地公的形象。那两个都是大伯，只是说那边拜的呢是属于张礼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土地神，就是我们说的福德正神没有错。 周武王时代，他名叫张明德，他是帮一个大官呢工作，做长工，在他家里工作的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大官呢是长期在外出差。然后呢，有一次他女儿呢，因为太久没有见到爸爸，他很想念爸爸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要跑去找他爸爸了哈。然后呢，在找他爸爸的过程呢，偏偏选在冬天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在路上的时候呢，他老板的女儿就很冷很冻，对不对？他就把他衣服脱下来了，然后呢，给他的那个老板的儿子取暖，然后自己就被冻死了。 对他有亏欠呐，然后呢，也是很感念他，救了他的女儿一命。周武王呢，后来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也追封他哈，死了之后嘛，对不对？也追封他为后土啊，后土神，就黄天跟后土嘛。那么祭祀他的场所呢，我们通常呢称之为福德祠，或者是福德正神庙啊。什么叫福德呢？福德的意思是取喻于有德者，神必降之以福。反正就是为了给他那个老板的女儿保暖，然后自己冻死了。 一个非常 gentleman 的，对，非常 gentleman 的故事，所以有时候他很帅气，他是个暖男，所以变成了福德正神。前面呢就是门面呢就是一般在拜那个土地公的那个庙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般人是不会走到后面去，但你走到后面的时候呢，是别有洞天啊。中间的这一件呢，是有供奉的关帝爷。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关帝爷呢？大家这边呢是以前广府跟汀州人的一个我们说一个秘密社团呐。秘密会社里面呢，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讲义气的啊。当然关公呢就是一个我们讲义气的代表，也有可能就是以前的那些老大来这边呢，我们说开会也好啦，哎呀，我们这边后面就是一个会议厅啦、议事厅嘛，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啊，或者是党务的一些机关啊。第三境一般呢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一个场所啦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，哇，我这个好复古的一个，不是复古啦，最古老的一个门了。这个门呢是门栓打开的，这边是最后一进的。它最后一进的话呢是一个私人的场所啦，秘密会社的一个起居场所，或者是他们处理就是私务的地方，好吧？他们是没有向外开放。 有问题，好，给我2点时间，请说。你看一下上面的那个柱子啊，啊，什么柱子？哪一根？有一个细的比较低的，通常叫做子孙灯的那个灯梁啊，希望可以在家里添丁嘛。所以添丁的意思就是添一个男生嘛。有些人他们一直都生女生啊，怕家里香火没有继承，弄一盏的那个子孙灯啊，就会放到这个庙里面呢挂。 可能一般都是挂一整年啦，点灯他们都会敲钟，敲钟的时候也是叮叮叮叮这样子响，或者是当当当，随便反正就是叮当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是唱歌那个，对啊，没错。添灯呢也是添丁，你添丁了之后呢，他还要敲叮叮，所以就是让你一直吹着你生下男生的意思啊，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力量，愿力，我们称之为愿力啦。 到了大众最喜欢的看碑文的时间，没有什么东西好讲，重述的一个过程而已，它没有那个最初的内容。那这个嘞，有另外一个？这个也没有，这个资料就更少了。这个只是说他们当时呢，出钱修理的一些内容。